好，俄罗斯发动了一阵猛攻哦，发射了100架攻击无人机哦，90多枚飞弹。那现在这一次呢，大部分是攻击哪里？跟以往不一样，以前是攻乌东哦，这次攻乌西，这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打了这个利沃夫周遭这些地方哦，也就是说，它是不是要开始全区式的一个进攻哦？甚至呢，还狂轰能源设施。现在大家就很担心啊，就想说冬天要来了。其实只要是战争到了冬天哦，就是好像以这个战场上的这个优劣势来说的话，就比较是在俄罗斯这一边，因为乌克兰的民众你现在要扛着这个-1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哦，然后能源设施又受到打击哦，所以对于当地来说，可能有超过100万户是无电可用，也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凛冬战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俄罗斯还有用这个 AI 发展，叫做沙赫德无人机蜂群哦，它特殊的这个杀气炸药哦，就安装在上面，这是要用来对付这个乌克兰哦，因为它可以用这种群集的方式绕过防空系统，然后对乌克兰的防御形成非常大的威胁。那这样子是要改变整个战场的情势哦，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大规模的无人机战了哟。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乌军呢，他们也有讲到说，现在就是靠着无人机在苦撑东部战线哦。但是呢，这个根据纽时的报道，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伤亡数大概每天有高达1200万人，也代表说他们现在目前这个战事攻势上面是特别的加强啊，但是也有一些好像应接不暇的那种状况，就是好像对于乌克兰来说，他们得要自己单兵作战，所以还有一些这种狙击手就讲说，都没有人来支援我，就是乌克兰很悲伤，说就已经在那边死守了，但是俄军却是源源不绝的来嘛。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泽伦斯基，现在他说，根据他们乌克兰的真理报，好像当初是押错宝了，因为他原本是赌这个贺锦丽会赢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哇，川普上了，他现在不得不用这个 B 计划 Plan B 哦。因为他就说，现在乌克兰没有办法把俄罗斯人逼到谈判桌前，没有足够的筹码来威胁他们哦，所以没有办法对他们施加压力。因此呢，现在钱不够的情况，美国可能也不支应的情况，他现在开始首次实施战时的加税措施哦，也就是说，跟居民要钱。那乌克兰居民真的很苦啊，现在还在这个战争当中，然后又要面临到凛冬，可能没有能源，要这样子，现在-1度的情况下，还要被加税哦，他们个人的税率从1.5%提高到5%哦，那甚至还要对私人企业也要加征战时税哦，所以他们要自己打算来面对这一场战争嘛。那再来看到了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呢，他们就讲说，接下来会举行第2次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哦。所以其实现在乌克兰内部也有非常大的声音，有超过过半的民众啊是希望是不是可以赶快让这场战争用什么割地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赶紧结束。那拜登现在在卸任前是要再提供240亿的军援。强力的支援是不是反而更会触怒到普丁呢？那普丁现在也落下狠话，因为他现在要用新型的导弹来对准基辅哦。过去他的攻势都主要在乌东为主，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包含了乌西也有一波这无人机的打击，还有新型的导弹也要对于这个等于说基辅是在乌克兰中间的区块哦，来进行打击。昨天我们有看到一个报道，是英国的媒体讲的，就是说现在它是用分3块的策略来进行攻击，那是不是未来的谈判就会分这3块来进行谈判呢？那他说现在因为这个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哦，他们过去是不打击了，可是现在要用新型的导弹直接对准它，那会是真果树吗？普京说，现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跟真果树类似的武器哦。他说，短期之内也不会出现。那真果树的飞弹呢？它有这个数十个战斗部，能够以10马赫的速度飞向目标，相当于每秒3公里，而且它爆炸的时候产生的温度高达摄氏4000度，是非常强大威力的一个打击哦，堪比陨石撞击。那这个撞击力道可以直接砸下去呢，到地底下的3到4层，甚至有加固的设施都可以穿透哦。那他们甚至还不排除说，这个真果树也要瞄准北约的军事基地。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俄罗斯已经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哦，就是随时战争升级的话，他们都不排除要动用真果树
甚至是核威慑或是核打击嘛。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官员也提到了，就说：“哎呀，俄罗斯你不可能的啦，你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用核打击的。”绍伊古就讲说：“请你看看我们新更新的这个新版核子的动用基准哦。”他说这个并不复杂，写得也很清楚哦，你不要觉得我们不会动用。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啊，其实乌克兰的最弱的点就是俄罗斯如果接下来就是轰炸波兰输进这个乌克兰的整个输配电系统，那个会导致非常严厉的后果了。因为乌克兰现在境内除了核电之外，其他的火力发电大概都被摧毁了，所以他要从波兰拉输配电补充它的电力啦，那如果我觉得打基辅那个都没什么啦，你即使打什么政治机构啦、军事基地啦，也不会对战局有决定性的改变啊。可是如果炸输配电系统啊，这个后果会非常严重啊。因为你刚刚也讲到，顿涅茨克是-1度，那12月呢？乌克兰是很冷的，很冷的地方啊。那乌克兰目前大概有1/3的人可能就要轮流停电了，那有100万人是根本没有电，所以那这个情况还是在波兰进来那个输配电没有被破坏的一个情况下那另外波兰也可能是北约最可能被打的国家他也非常忧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在波兰跟乌克兰边境盖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嘛，那波兰已经愿意让美国在那边装萨德飞弹那俄罗斯对这个非常的忌讳啊，他认为那个就是破坏俄罗斯跟北约的恐怖平衡因为你会提早侦测到俄罗斯用重武器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我觉得这个我们去看绍伊古啦，还有这个门德维杰夫在讲一些狠话我觉得打的对象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就最可能被打的就是波兰接近乌克兰的空军基地那因为你在打乌克兰其他地方其实作用不大啦，除了打那个输配电设施之外因为目前你也看到嘛，你刚刚也看到了，泽伦斯基会把它加税，因为他知道美国不会给钱了嘛，那他也对这个谈判会不会立刻有结果不乐观，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比较麻烦的不是乌克兰要让多少，而是俄罗斯要满足什么条件他才愿意停火因为他占上风嘛。那我认为乌克兰一定要对加入北约做承诺可是这样乌克兰会怕嘛，我跟你签停火我后面没有安全担保，那不是随时又可以重来那第二个就是我认为俄罗斯一定会要求取消经济制裁这个也很麻烦那个欧洲人同意吗？美国人同意吗？那这个就会有一个延伸的问题了，就是1991苏联瓦解之后的那个欧洲的新的国界乌克兰这个战争就被破坏了嘛那如果乌克兰的边界可以因为战争而破坏边界，然后被北约国家接受，那接下来有很多国家的边界就会变得不确定了我说理论上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小国那本来也是苏联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北约在正当性上就很难找到就是取消制裁的理由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俄乌谈判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什么会经济制裁？就是你这个战争不正当嘛不正当就是因为你破坏了大家公认的边界嘛。那现在变成说你占领了也没关系停火就好，其实这个对西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啦那以后你要怎么领导整个那个我们所谓的民主世界这个正当性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害啦好，请教陈将军。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新闻的这个现象，为什么5月份的时候伤亡会到1000，俄国伤亡1200，
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泽连斯基发起春季攻势的尾端了，夏季攻势。对，那就是说他的精锐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所以俄罗斯也是把好的部队拿去打，就像绞肉机一样的，死伤比较大。最近几个月呢，都是高来高去啊，你的无人机，我的导弹在打。那俄罗斯的战略目标现在改了，因为他看到乌克兰的民众里面，从原来绝不投降、绝不谈判的人，现在上升到51%。这个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对厌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加速这个情绪呢？我打掉你的电源，让你冬天没有电可用，那这个生活上极端的不方便，放弃了原来要坚持打到底的这种决心，就慢慢消失了。所以你看军事行动，它后面都有政治的目的的了。第二个，这个谈打停火啊，谈不拢就开打。我们看以前的历史太多了，越战谈了多少次，韩战谈了多少次，我们自己国共内战谈了多少次，谈打是要追求各方面的终极目标。那俄罗斯现在刚刚亮哥讲的那个没有错，波兰是支持乌克兰最有力的一个国家，收容你的难民，提供你的吃住，还提供武器，还借道让欧洲的武器进来。俄国当然很恨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三个，为什么他一再的强调增果束飞弹呢？因为早在多年以前，美国跟俄国都很少去发展中程飞弹，当初签了合约嘛，放弃中程飞弹，所以俄国现在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增果束，但是还没有大批量产。现在用的最多的是韩国的 K-23、KN-24，这是中短程的这个导弹。这种导弹就是解决战场上要用。增果束我是觉得拿来威胁欧洲那些国家。凡是你提供美军基地要攻击我俄罗斯的，我这个飞弹就可以给你做致命的打击。所以你看他特别强调，他都背后有目标的了，对不对？然后再把核战目标再降低，就是说我不惜一战，因为北约国家也有很多有核能武器的，所以他现在把所有的筹码都摊开来，你看你要走哪条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刚刚亮哥讲的最难解决的就是说，你要不要解除经济制裁？对，最难解决。其他的都好谈，我这个地我已经占了嘛，对，你要也要不回去。俄罗斯说我稳如泰山嘛，下面我的附加条件就是经济制裁，所以这个问题啊。现在正好踩着一个空档，拜登跟川普的空档，但是以川普的个性，现在不愿意在全世界当警察了。收了保护费的给你做一点，没收保护费的他根本就不愿意管。他先要把美国自己 great again。什么叫 great again？ 要有钱了，有老百姓生活能够有保障了，社会治安稍微好一点了，他就达到他的政治目标。所以。这个东西一看，当事者就是美国跟人车司机，人车司机不必谈了，是砧板上的肉了，随他怎么剁怎么搅。背后美国跟俄罗斯，你们的大条件谈不谈得拢？对，谈得拢才有比较长远的和平。如果谈不拢，谈打，还有的搞。好，来请教李老师。对，我也觉得，因为这是俄乌战争的第3个冬天了，超过1000天啊，所以除了这个在这个地面上大家相互你来我往之外，攻城略地，希望占据最大量的土地。那打这种基础设施，供电、供暖，就是在削弱乌克兰的抵抗意志，还有民心士气。那的确，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俄乌战争刚爆发的第1年，我记得那时候看民调非常高，8成多、9成多，就基本上支持泽连斯基，守土有责，抵抗侵略者。到第2年的时候稍微下降一些，我相信到了第3年的比例是在往下降。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乌克兰这个疲乏症是在讲西方国家国际社会，但现在假设是在乌克兰境内自己的社会有这样的征兆的话，那就是对于目前泽连斯基的政策是最不利的一个讯息。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战争的伤害其实都非常大。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媒体或是西方智库的报道俄罗斯死伤的人数的确非常惨重。那个在开战之前，俄罗斯的正规部队大概是90万，预备役200万，总共290。乌克兰正规20万，
预备役90万，但加起来在100多万一些。但当时普丁的政策是为了避免要冲击到社会，不要进入到这种完全的这种战争经济，所以他是分批次的这个局部征兵。一开始30万，2022、2023、2024加在一起大概也是30万，所以至少他动员了60万人军人。可是如果看双方的死伤来讲，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报道乌克兰的少，但是根据一些比较保守的报道是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的死伤就是阵亡加上受伤100万到150万，这数字也是有点道理的。意思是说，再打下去，其实对双方都是不可承受之重。俄罗斯因为它的领土大、资源多、人口多，这个军队数量大，所以它可以承受的耐力稍微比较强一些。可是对乌克兰来讲，就非常非常痛苦。那我觉得最后还是终究会进入到那个政治谈判那一天。所以现在双方所有的作为，包括在战争战场上的，包括在外交上放话的很凶的，基本上都是要抢在最后关门之前，你能够拿到多少的筹码才有办法谈。但我非常同意刚才2位前辈所说了，就是目前来讲，对于西方国家最麻烦的是制裁。这制裁是俄罗斯想了很久了。我们如果还记得2017年川普1.0的时候，福林24天的国安顾问，他为什么会下台被开除？就是俄罗斯驻美大使私下找他，谈什么？谈想办法帮我们，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我们被欧洲制裁，解除制裁，所以这就是俄罗斯到现在的痛。那现在因为这个2022年的入侵克里米亚之后，他被制裁的面向更广，程度更深，所以是他最想要的。但是这个可能是西方给不起的。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川普马斯克现在感觉上面，2个人联手，是不是真的是要让美国的内外都感觉到一股压力呢？对内呢，其实这个川普手握了非常多的这个筹码，比方说呢，他在选前就放话说要把祖克伯抓去关呐。那现在他竟然传出来跟这个祖克伯一起进餐在海湖庄园这边哦。那这个当时就是因为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说，祖克伯你有干预这个总统大选，所以说选上就要把你关到牢里去。果然后来他选上之后呢，祖克伯立刻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发文，就说很期待跟川普还有川普政府共事哦。所以是不是马上就是表达善意哦，就是我其实希望你不要把我关进去哦。那马上就很多的网友在那边讲说，记得祖克伯跟马斯克曾经约这个要拳击赛这件事情哦，是不是打算要到海滩来进行拳击赛呢？结果马斯克也回应了一个笑哭的表情哦，所以看起来祖克伯赶快大转弯了。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说现在大家很怕被洗涤到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当初押宝在川普那一边的人，恐怕现在都是提心吊胆哦。就连联邦政府里面的职员哦，现在都被马斯克有些就说你是冗员，公布了名字哦，导致他们就是被这个网络上面肉搜骂爆哦。那甚至他喊出来说要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给删掉，他说重复的机构太多了。人家就问说，那国税局也会被删除吗？他就说，大家都已经这样明确表达你们的观点的话，他好像也要考虑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各单位都很担心啊，会被废除哦。所以这个马斯克跟川普真的是大刀阔斧在美国里面搅动了。那对外同样也是这个关税开闸，你看到现在连央行，就是欧洲的央行总裁都主动就说，花钱消灾好了，我们就多买点美国货吧，避免这个贸易战哦。那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讲说，虽然贸易战呢，这个川普又要在全球掀起新一波波澜，但是呢，这个中国大陆已经不一样了。上次中国大陆是比较克制的反应，好像就是说，你来一个，我再回一个。但是现在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这一次不会坐以待毙，等这个新的大关税到来。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 Mate 70的推出，好像也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它等于是摆脱了 Android 系统哦。这是 BBC 的一个报道，他说呢，现在就是紧贴着苹果，是不是要展开一波激烈的竞争呢？中美2大强国在高科技领域已经要开始拉开新一波的这个竞争战了，因为它也摆脱了 Android 系统哦，现在这个自主创新的鸿蒙系统的新机。那美国一直以来是想要削弱这个华为
对哦，但是呢，这样的制裁反倒巩固了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技术龙头，也就是华为带起了这样的一个，你越是限制我，我越是不能被你打垮的一个，好像就硬气跟你拼了啦。那这个不管川普再怎么打贸易战，看起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天不会塌下来，因为他们一定要就是跟你硬杠到底嘛。那再来，当时呢，为了要压制华为，还甚至抓了孟晚舟哦，但反倒让华为更加的强大了。另外，大家看看这个中美现在正在无人机的领域在角力嘛，因为马斯克讲说，接下来是无人机的天下。他说，只有傻子才会继续造 F-35嘛，也使得这个无人机的这家股票竟然3天喷涨了100%哦，甚至拉开来看，不止这3天，这1个月的股价是狂飙了547%，变成新的妖股。而且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他其实也在这里面当顾问，甚至还说这个美国制造，接下来要开始跟中国大陆比无人机嘛？网友就讲说，这个没有中国制造的零件，你还是没有办法生产呐。那马斯克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之后破防，有些人就开始在讲说，马斯克该不会，因为他就是个鬼才，他该不会接下来还要跨到无人机领域吧？要来做无人机，因为他现在不是有这个 SpaceX 嘛，就什么他想做的，他都会真的去尝试哦。那该不会真的也要发起无人机战吧？那我们看到了，现在中国大陆据说也要发起一波供应链战争，这个是《纽约时报》讲的啦。但是呢，环时的社评却讲说，你认为中国大陆会打供应链战，你真是拿错剧本。因为最近才在办一个供应链博览会啊，就是这中国大陆不喜欢锻炼，是你们美国才这么想的。我们现在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祖克伯事实上在选前就表态了啦，他跟那个 Bezos 就华盛顿邮报社论没有表态嘛。所以这2个人应该得到川普的原谅了啦。那另外一个就是 TikTok 应该也没事了啦。那现在就整个传媒界，反正大家都希望能够跟川普和睦相处啊。因为前一阵子就传出川普团队不是要去告 CBS， 那因为川普他一定会掌握司法部嘛，而且会去任命联邦的检察官，依照他的个性，他真的动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了。我认为会有不少媒体被告，CBS 就是很典型的左翼媒体，那一定不止这一家啦，所以，可是我们就比较累啦。我们现在不只要看川普的这个 True Social， 还要认真看马斯克的 X， 我们每天现在都在看，而且他们2个人常常半夜在留言，对，很累啊。那有一个好消息是，听说这2家公司有可能会合并哦，这也是马斯克很厉害，他等于是送礼给川普啊，因为那个 X 的流量大概是 True Social 的100倍啊，那他会用换股的方式合并。所以川普会赚到不少钱。可是以后那当然就是邀请川普到 X 留言嘛，那这也会把川粉带进来 X 大流量王。对，所以我是说，美国真的是难以想象这种政商都公开演出，你知道吗？比如说无人机，他儿子大概早就知道这种概念了吧，所以搞不好做了什么样的布局。怎么都不会去被人家检举内线交易这样，这个在我们台湾一定会被查的啦。可是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都蛮大剌剌的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他美国的作风啦，他们认为这样无所谓啊。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啦，马斯克当然是放很多话啦，说要裁这个联邦政府的编制跟预算。可是我跟你讲，联邦政府的钱大概2/3以上都是有法律基础的，所以不是马斯克用行政命令就可以删的啦，他要修法。所以等于是，如果他真的要搞很大，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你要把它删掉，对不对？你一定要通过众议院跟参议院所以民主党一定捍卫这个单位我觉得很多单位很可能都是类似这种金融管制的啦。环保管制的啦，要不然就社会福利机构啦，
还有一个是国防部嘛，因为这里面可能冗员，然后川普看不中意的机构最多哦，可是你要修法了，很多要修法，所以并不是因为坦白讲，他对政府的运作逻辑他也不熟，川普也不熟了啊。现在美国很麻烦，两个当家的对这个官僚主义相当不了解啊，那接下来一定会有一波混战，因为国会一定要修法，就是要把它删掉了。那删掉，你想一想，那个政府机构的员工失业，你认为他们都没有动作吗？尤其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员工。所以我认为，明年美国一定是相当的精彩可期。混乱。好，来问一下李老师。对，因为现在那个马斯克是风头出尽。好，我碰到一个人跟我讲说，他一度以为马斯克是副总统，因为选后到现在有谁听到了那凡斯说过什么话吗？都是马斯克配川普啊。好，所以我觉得未来还要看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后真正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祖克伯现在跟这个川普看起来是不错了，都恢复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典型川普的风格。他不只是对于国内的对手，对于国外的领导者也一模一样啊。就是回顾一下川普1.0，他当时怎么对金正恩的？在社群媒体上羞辱他，说是火箭人。意思是说前一刻说你是死对头，摇身一变我跟你握手言和。那是在2018年6月份，在所谓的新加坡。后来这个川普任内又跟金正恩碰了2次。这就是川普。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祖克伯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典型了，就是一笑泯恩仇了，亡羊补牢了，但是会不会从此就步入一个很美好的境界呢？这也没人可说。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就是他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关系，那也是一个变换非常大的一个状况，也是看起来感觉上在2017年经过2次的峰会。看起来是肝胆相照了，但是2018年感觉，美国突然又翻脸不认人，所以它的这个尺度，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那但是这个路数在外界已经很熟悉，所以很多时候比如说他讲的一些话，包括用法律的这个压力去迫使对手让步，或是在国际关系里面说我要征关税，甚至包括对美国最重要的伙伴，墨西哥跟加拿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很难真正判断。到底是你的手段呢，还是目的呢？因为当川普讲到说跟加拿大跟墨西哥要加税的时候，他后面带的东西全部在讲边界安全、移民，在讲这些议题，毒品，还有走私毒品。所以我觉得这给外界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我觉得很多一定要到明年的1月20号，他的政策出炉之后，我们才可以边走边看，才能够做个慢慢的判断。好，来请教将军。我想马斯克这个话里面也透露一个消息，是实际上的现况，就是要拆掉一些没有用的机构。我跟你讲，政府执政的越久他的这个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就越多。比如说出了一个什么危机，我就要处理一件事情，成立一个部门但是这危机消失了，他又不裁了，这就变成容机构。你看台湾才36000平方公里，对不对？去掉75%的山地。我们的防区只有不到1万平方公里，但是国防部、陆总部、军区司令部、监令部、空作部，有这个必要吗？那个时候我写国防2法的时候，就主张3个总部统统合并成联合指挥部，对不对？这样子你就去掉中间一个阶层了嘛，因为下面直接指挥战斗部队嘛。第二个，那个时候我讲要裁掉伞兵，裁掉宪兵一大半，为什么？少子化。我希望所有的兵员能够冲到战斗部队跟勤务支援部队，跟这个没有关的就没有必要嘛。现在我们将来还有伞兵作战吗？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宪兵要养到1万多人嘛。我是希望凡是跟未来战争没有关系的都要裁。我法写好了，通过了，做不下去，3个总部还在，所以这个问题主要，这就是我体会到体制内的人他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川普为什么找这些体制外的来干呢？只有他们蛮干才有结果啊。刚刚亮哥讲的不错，修法有困难，但是现在参院、众院都在手上，修法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川普，虽然我们不喜欢川普，
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很聪明的一个商人，说不定美国有救，因为现在他已经朽了，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台湾一个首都不够，要6都，那总统办公室在台北不行，中部还有办公室，南部还有办公室，这就是一种浪费嘛，对。所以川普是看透了这一点，我才看懂他人事用法是这样的，对不对？那还找个这么行外的人来搞呢？而且都是商人，商人最大的长处会打算盘。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来关注一下，因为赖清德马上要出访了，要过境关岛哦。那《华尔街日报》就讲说，中国大陆恐怕会要军演来示警哦。他说呢，赖清德即将要出访太平洋，然后行经这个夏威夷还有关岛。那此行已经引发了北京的谴责，可能会促使北京进行军事演习作为回应啊。那在赖清德的出访前夕，国安官员呢就讲说，哇，在感恩节的夜晚呢，把官兵赶出了营房啊。他说呢，在感恩节夜晚，把解放军的官兵赶出了营房，拉军机啊，拉飞机军舰来这个骚扰台湾，惹得台湾区域各方都不开心啊！这是一个多么缺乏家庭温暖跟母爱的政权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反正国安官员出来讲了一番话，就是为了要讽刺中国大陆，然后讲了一番这样子的话哦，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他就对于说是不是会采取军事行动没有直接回答哦，就再骂了一下民进党政府哦，谋独挑衅，一定会坚决打掉一切台独的分裂图谋。那对于顾立雄哦，现在目前缩短这个发放线。再度公开说，这个其实现在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台海中线呐。那再来，这个梁文杰也出来讲话哦，这个陆委会的代表陆委会出来讲话，他说呢，如果呢中国大陆在赖清德出访的时候呢实施联合利剑军演的话，将要惩罚这个双城论坛呢。他说，往例来讲的话，需要审查2周的时间哦。那如果中国大陆军演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对于双城论坛的审查哦。就是说，我不要用这个双城论坛来拿捏中国大陆的意思嘛。那你看看，现在目前还有一个林传媒的幕后消息，他说这一回呢，赖清德低调过境檀香山还有关岛哦，因为由于涉及这个中美台3方的敏感神经，所以呢，现在目前总统府外交部都很低调，直到出访的前一刻才证实，去程的时候会过境檀香山，回程的时候过境关岛，所以感觉上面这个接下来如果赖清德明天出访的话，恐怕不平静就在后头哦。那再来看看。川普现在是不是对于国防部长也好啊，海军部长也好，对于军事来说的话，都是安插一些好像不是这么专业在军事领域的人哦。因为这个国防部长我们知道他是找了一个福斯的主持人去担任嘛，那现在就连海军部长也找了一位他的金主哦。这一位费兰他是投资公司的一个创办人，然后他也没有在军中服役，也没有在军事部门担任过什么文官将领哦。他唯一的经验呢，就是在主张捍卫台湾以及乌克兰的组织，就是叫做美国精神的这个单位里头担任顾问。这样现在就变成了海军部长哦，所以大家在质疑说啊，这样行吗？他只不过是你竞选时期的大金主，因为他当时呢。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文件，他就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位费兰就有捐赠了这个83.4万美元给川普哦。那这个费兰是不是也要成为那个美国海军2006年来第一位这个文人部长呢？因为现在很多质疑的声音哦，一些什么研究员啊，一些智库啊，都在讲说，任何缺乏五角大厦经验的人都很难担任军队领导人角色，并且胜任工作，所以美国派出这样的一个国防部长，派出这样的海军部长，是不是有点
开玩笑啊！那再来，是不是美国他们现在军事或者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个生意哦。你看到马斯克，他不是之前在讲 F-35是狗屎嘛，然后讲说现在都已经进入到无人机时代了。果然这一番话也带来一波商机哦。因为呢，这个无人机产业啊，现在看起来原来连川普的长子的新工作也跟这相关哦，他要到这边来担任这个有点像是顾问的角色哦。所以马斯克这一番话是不是好像也是在押宝，就是说我们无人机产业，所以也让他们的股价也跟着一飞冲天了，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找钱，或者是说就商业考量来说的一番话呢？那再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动作，中俄的11架军机进入到南韩的航空的识别区哦。那根据韩媒最新的消息，就是11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机有进入到他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让韩国军方的军机紧急升空。目前这11架军机都已经离开，但是也引发了这个韩国这边的担忧哦。那中美防长因为美国希望赶紧有所会晤，可是中方拒绝了嘛，所以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讲说，这你美国难道心里没有数吗？你做过什么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还在那边装无辜说想见面，你们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见面呢？那不是事实上这个原因很清楚嘛。那还有昨天呢，其实《金融时报》就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个中国大陆好几任的国防部长都出问题，都涉贪然后就直接讲了董军哦。那昨天看到毛宁是强硬的回应，就说这个子虚乌有嘛，就在那边乱讲嘛。那所以后来搞半天，结果不是董军，结果是这个是苗华哦，苗华才是他们主要提到的一个对象。那所以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在讲说，英国的媒体根本就是纯属捏造，居心叵测啊。这个11月21号的时候呢，其实董军才跟这个日本的防卫大臣才举行了一个会谈呢，怎么会就是又提到了，就是说他什么涉贪，就没有搞清楚，就在那边乱放消息。那所以他们也提到了，现在反倒是这个苗华因为有违反这个严重违纪，遭到停职处理。那另外呢，这个菲律宾现在更是这个自己本身内部都传出一些军变的消息，因为这个小马可仕跟这沙拉杜特地真的是现在已经搞到这个非常的僵啊，这个局面。那连菲律宾的军方他们都昨天晚上发布声明说，暂时关闭脸书的留言回复功能，避免造成不肖分子传播假讯息跟错误讯息的平台。所以这个美国的第一岛链是不是菲律宾已经快要变成一个破口了？里面自己乱糟糟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呢？这个赖清德访问南太，还有去美国的那个夏威夷州会有军演，这个消息是路透社先独家。而且写文章的人就是李义木。这个人跟台湾的国安单位是很熟的啦。那他的内文说，他有访问了这个区域的4个官员那其中一个一定是台湾的国安单位了。对那这个新闻到现在中国大陆都没有承认哦。那这个美国就媒体开始转载。那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模式啦，就是说由台湾跟美国先放消息，说中国大陆要军演那最后有没有军演那如果没有军演，那可能就会有人说这个模式有用阻止了军演。那如果有军演，他就说你看预测到我们事先就知道了。不过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军演那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在夏威夷见到谁了如果只是见到夏威夷的州长，见到联邦参议员，那我是觉得还好啦那重点是美国会不会有人从本土飞过来比如说联邦的官员或者是在国会有重要职位的人然后要再接下来就是看美方跟赖清德是联合发表什么。因为我大概在1个礼拜前，我们台湾有一个国安官员说，很可能会强调台湾跟美国对南太地缘战略的合作，在那个场合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布了坦白说，赖清德去的地方我们说帛琉啦，
马绍尔群岛，这本来就是美国有签防务条约的国家啦，那他们的国防是由美国负责的，那甚至在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还到这些地方分钱所以他们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那只是美国就觉得南太平洋这些国家，那台湾要共襄盛举嘛，所以长期以来，坦白讲，中美洲也有这种国家啦那南太也有这种国家，那事实上就是美国牢牢掌握的所谓属国啦可是它是国家啦那台湾都是台湾的友邦啦，那台湾就是负责做一些援助嘛所以赖清德这次去可能也是要带礼物去的啦。我算了一下，这3个国家人口加起来不到8万其实都是很小的国家那可是因为它的海域很大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层级啦，就是说美国有这个官员飞过来，然后跟赖清德有一个类似联合声明的东西出现那中国大陆就会比较忌讳而且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比较是针对美国，而不是针对赖清德因为习近平才刚见过拜登而且就在 APEC 那个场合一再三令五申，4条红线，第一个就台湾问题，然后你拜登一回去就出手了对所以中国大陆肯定是很不满就是这样好，来请教帅将军。首先我对焦，其实这个出访已经是降格又降格了。以前过纽约，本土去不去了过纽约是1等的，第2等的过旧金山或者洛杉矶，第3等的到檀香山，下次只有经过帛琉了，比较近嘛，所以这个没什么好提的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规格已经降低了嘛。我倒认为大陆并不一定会军演因为我想你们看过那个算命的、看相的有一句话很有名：“父在母先亡”，就说你爸爸还在，你妈妈先死。那把那个句点改一下，“父在你母亲前面死”，没有一不猜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军演不军演，它有没有效果？这个话很无聊，没什么意思了，文心作文。我倒是对川普的这个军方的用人，我觉得很有意思海军部长、国防部长这些重要的这个军职参谋长，他用的都不是圈里面的，现役的中上将这样上去的。因为川普基本上他一个观念呢，他很反对现在的这个官僚系统，包含白宫、包含国防部，还有军工复合体，他们的勾结在一起。第二个，川普感觉到美国并没有军事上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跨过大西洋、大太平洋去打他。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砍军费，所以找这个商人去当这些首长他最擅长的就是说，怎么样去检查 cost effective， 我投资这么多钱，我得到什么效益，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再加上马斯克有的连这个 F-35B35他都认为是狗屎的设计，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国防预算会大幅降低。为什么？因为他现在面临的就是高额的国防预算里面很多是浪费的现象。譬如说 F-35的性能被马斯克批评的一文不值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上也有200-300架马上要换 F-18要退休，大黄蜂要退休，已经不能再延。那海军的新做的2条船也要报废，一个朱姆特号，一个是滨海战斗舰。换句话说，正是美国需求很大，但是川普不愿意付这个账，所以他马斯克裁容机构、裁容员，海军部长跟国防部长去面对你现在的这个军方这个体系做大幅的改革，所以我看他们自己的兵推也是觉得有10年的时间是落后。我早就讲，美国现在处理一个空窗期，养了880个基地，自己的里面建军的费用太贵，维修后勤补保的钱都不够，所以才会用文人去接这个部长，跟你毫无瓜葛，也没有负担，大刀砍下去。这就是川普一贯的，就是我讲了，他上台竞选3大原则他要兑现，
他可以做1%、10%，把难民赶掉一部分，毒枭啊，什么游民，军方砍了一大笔钱，全世界收保护费，至少够他这4年要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派人用人的这个角度看了，已经看出川普整个的一个系统，他很反对现在这个官僚体系嘛，所以他才用这些毫无关系、毫无这个经验、毫无历练的人去当这个部长。这就讲他是第一个大破。好，来请教李老师。对，我讲一下这个赖总统的出访哈，因为这一次其实真的是比较低调哦。因为他是11月22号宣布，11月30号出访，这个是符合常情，因为过去大概就是在出访前8天9天公布，但过去通常在公布的时候就会确认向外讲说我们会在哪过境，而这次没有，压到最后出访前2天再讲。我觉得要不是就是刻意的这个低调，要不然就是美方的要求，避免节外生枝，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哈，我们比较一下，这一次我相信，因为赖总统在520之后，大概7、8月的时候，就有人在传说，按照过去应该会有出访的行程，一出访就会过境美国。那到后来，其实总统府的态度是比较谨慎，说没有空穴来风。但是按常理判断是有，否则不会有。后来是由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有一个访美行程，而且蛮久，外界会视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这一次只不过是去南太过境夏威夷跟关岛，我们对比一下，当年的马总统是2008年8月出访，就任后3个月去哪里？巴拉圭、多米尼加，过境洛杉矶、旧金山，是不是大选年？一样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而且马总统任内是8年大概出访12次，过境美国10次。那蔡总统呢？蔡总统是在2016年6月14到6月20号就出访哦，意思是我刚就任总统没有多久就出访，去哪里？巴拿马、巴拉圭，过境点是迈阿密跟洛杉矶，一样。2016年也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那蔡总统是就任后1个月就出访，而且都是过境美国本土，跟马总统是一样，所以代表什么？我觉得代表说，其实我们现在情势挑战真的比较高，有几个原因啦，就为什么去的是南太，那过境一定就是关岛过这个檀香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两岸关系比过去更严峻，第二个就是邦交国还是重要的。这个马总统上任时候23个邦交国，他交给蔡总统的时候是22个，就是掉了1个。那等到蔡总统任内8年做完之后，22个邦交国变成12个。不要小看邦交国数目的减少，这就会影响到我们过境的选择，我们出访对象的选择。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赖总统这次去这个压力还是蛮大。但是过去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出访过境美国其实是常态，只不过都很低调。我认为说这次中国大陆因为这样军演的几率我还是比较低。如果因为这样就要军演因为过境就像刚才所提到，你的地点还有你的这个接待，包括你见了谁，那过去不会因为这样而军演，代表说现在两岸情势真的是非常的险峻了，而且跟美中关系的联动很深。最后一个就是未来的川普，我觉得这才是关键。我们一定是想要把我们出访中南美洲、过境美国本土放在川普就任之后，那这要取决于川普国安团队跟他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明年之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考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